别再用体力的勤奋去掩盖思维上的懒惰。很多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是因为他们没看清楚规律。我是点点思维，今天我们要拆解这本书，将会彻底撕开现实的假象。史蒂夫·贾伯斯传记 Steve Jobs 华特·艾萨克森所著的同名传记。史蒂夫·贾伯斯是应苹果先生本人的要求而写成。这本书激增数百次访谈，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接触了贾伯斯的生活。这部获得授权的回忆录在2015年被改编为丹尼·鲍伊执导的卖座电影，记录了贾伯斯从一个被收养的孩子走向顶尖创意天才的历程。准备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认识贾伯斯，并了解是什么造就了这位杰出又复杂的远见者。被遗弃与被选中辍学的救世主史蒂夫·保罗·贾伯斯出生于1955年2月24日。他的亲生父亲是叙利亚移民阿卜杜·法塔赫·约翰·钱达利，母亲是具备瑞士与德国血统的天主教徒乔安·席贝尔。两人在威斯康辛大学相识，当时约翰是乔安所修课程的助教。在乔安怀孕前，他专制的父亲就曾威胁，如果他继续与穆斯林交往，将彻底断绝父女关系。因此，他决定将史蒂夫出养。经过一段漫长的法律诉讼后，史蒂夫最终被保罗和克拉拉·贾伯斯收养。虽然他们并非乔安的首选，但史蒂夫长大后将这两人视为1000%的亲生父母。保罗是一名引擎技术员和汽车修理工，因此史蒂夫很小就接触了工程学。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保罗和克拉拉搬到了加州帕罗奥图 Palo Alto， 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许多新事物，从最新的科技发展到一位与他同名的朋友史蒂夫·沃兹尼克。这两个史蒂夫是一对奇特的组合，乍看之下截然不同，深入了解后却极度互补。一个是害羞孤僻的电脑神童，另一个是有愿景、有态度的古怪嬉皮，自视为特别且被选中的人。两人都喜欢恶作剧，有时还因此惹上麻烦。毫不意外的，贾伯斯在学校经常感到无聊，因此在里德学院就读期间，他很少参加常规课程。相反地，他喜欢体验现代艺术与音乐之美，并尝试各种迷幻药。多年后，他形容大四时使用 LSD 的经历是这辈子做过最重要的1-2件事之一。不过，他的养父保罗当时可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保罗发现史蒂夫尝试 LSD 的那一天，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对史蒂夫发脾气。贾伯斯在里德学院待了不到1年就辍学了。大约1年半后，他冲进雅达利公司的总部，扬言如果不给他一份工作，他就不走。最终他确实得到了一份工作，这让他的同事们非常崩溃，因为他们很快就被他的性格、道德观、自大狂妄以及无休止的控制欲给逼走了。在雅达利，贾伯斯被指派为一款名为打砖块的街机游戏设计电路板，要求尽可能减少 TTL 芯片的数量，这其实是他不太会做的事。暗是他向沃兹尼克求助，承诺将酬劳平分。尽管沃兹尼克做得极其出色，平分酬劳的事却没有发生。雅达利为这块电路板支付了$5000，沃兹尼克每减少一块晶片就给$100，但贾伯斯只给了朋友$350，并骗他说公司只付了$700。新纪元的曙光，苹果公司的诞生。尽管贾伯斯有助操弄他人的行为，两位史蒂夫在相识后几乎立刻成为了商业强伴。这大约是在苹果电脑公司成立的5年前。起因是沃兹尼克著名的蓝盒子，这是一种能让人免费拨打长途电话的电子装置。贾伯斯提议帮他销售，事实证明他很擅长此道，以每个$150的价格卖出了200多个蓝盒子，而且这一次他确实与合建人平分了利润。5年后，在1976年，沃兹尼克设计出了可能更具吸引力的东西，一台功能齐全的电脑。然而，他对销售他并不感兴趣。贾伯斯则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服沃兹尼克与另一位朋友共同创立一家专门销售这些电脑的公司。他还为公司提议了名字：苹果、
我当时正在进行果实性饮食。贾伯斯多年后向传记作者解释，我刚从苹果园回来。这个名字听起来有趣，充满精神且不具威胁性。苹果削弱了电脑这个词的锐利感。此外，这能让我们的名字在电话簿里排在雅达利前面。尽管 Apple I 主要卖给了朋友和当地的电脑经销商，但它取得了成功，在第一个月底就实现了获利。贾伯斯意识到，这家新成立的公司与全球知名企业之间唯一的阻碍就是投资者和适当的行销。他在33岁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百万富翁麦克马库拉身上找到了这两者。马库拉的帮助让苹果电脑公司得以注册成立，并获得了宝贵的信用额度。令贾伯斯失望的是，马库拉还从国家半导体公司挖角麦克史考特担任苹果的首任执行长兼总裁。与此同时，沃兹尼克正在开发公司第一台电脑的升级版 APPLA2。史蒂夫·贾伯斯的崛起迈向巅峰。APPLA2 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卖出了数十万台，让公司成为小型电脑市场上的主要玩家。毫不意外，当公司于1980年12月首次公开募股时，以每股$22的价格售出了460万股，筹集了超过1亿美元，并在当天结束前创造了300多名百万富翁。史蒂夫就是其中之一。年仅25岁的他，身价突然来到了$2.56亿美元。然而，由的他除了精美设计的物品外，如跑车、贝森朵夫钢琴、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作品、双人牌刀具，几乎没有什么昂贵的嗜好，这让他感到相当焦躁。事实上，他已经将心思放在了退休或投资以外的事情上，彻底颠覆个人电脑产业。在听说全路 Xerox 帕罗奥图研究中心 PARC 正在进行的计划后，贾伯斯向这家知名企业提议，允许他们购买100万美元的苹果上市前股票，换取进入 PARC 设施参观3天的权利。这是一笔极好的交易，因为正是在 PARC， 贾伯斯第一次看到了运算的未来，从滑鼠的展示到第一个图形使用者界面。秉持筑好的艺术家抄袭，伟大的艺术家偷窃的信念，贾伯斯从全路 PARC 回来后，脑中萌生了一台新机器的想法。用他的话来说，这台机器将在宇宙中留下印记。那台机器本应是 APPLA3， 但那台电脑主要是因为贾伯斯出色美学考量，但在功能上不合逻辑而要求不装风扇，彻底失败了。接住应该是 APPLA Lisa， 以贾伯斯当时不愿承认的私生女名字命名，但这个专案被公司管理层从贾伯斯手中夺走，因为他们不想再忍受贾伯斯的反复无常。是贾伯斯在公司内部召集了一支海盗叛军团队，开始与 APP Lisa 工程团队进行内部竞争，打造一台最先进的机器。这台机器最终被称为麦金塔 Macintosh。麦金塔是第一台配备内建屏幕 GUI 和鼠标的面向大众市场的个人电脑。它透过一部由雷利·史考特执导、耗资150万美元的广告向世界宣告诞生。这支广告在1984年超级杯第3节首次播出，现在被视为影史杰作。这支广告也让单台麦金塔的售价大幅提高了500美元，从最初计划的1995美元涨到2495美元。尽管价格高昂，麦金塔却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为苹果赚进了大笔资金，并让贾伯斯成为了风云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固执地坚称女儿丽莎不是他的骨肉，他可能也会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为了避免争议，《时代》杂志刻意避开，选择将麦金塔评为年度风云机器。下一个议程，浩瀚无垠。贾伯斯随意地接受各大杂志的采访，同时操弄记者，让他们相信每一篇都是独家报道。他太享受这种新获得的明星光环，以致没有理会1984年下半年麦金塔销量的急剧下滑，也没有察觉苹果内部对他行事作风的日益不满。约翰斯卡利是2年前被贾伯斯从百事可乐挖角来组织麦克行销活动的人。
斯卡利利用了当时的局势，提倡解除贾伯斯麦金塔部门总经理的职务，并获得了苹果董事会的一致支持。贾伯斯没有善罢甘休，组织了一场政变，试图赶走斯卡利。计划泄露后，苹果剥夺了贾伯斯所有的营运职责。1985年9月，他决定辞去他10年前亲手创立的公司职务。贾伯斯并没有安静地离开，他带走了许多有能力的苹果员工，并立即成立了一家新的电脑与软体公司。尽管自己投资了超过700万美元来创办 NEXT Inc.， 这仍不足以满足贾伯斯贪婪的完美主义。举个例子，他花了超过10万美元，只为了设计公司那个相对简单的标志。因为诸如此类的决定，当 NEXT 电脑工作站中特上市时，对其主要目标市场高等教育领域来说实在太贵了，因此销量相对有限。幸运的是，在离开苹果1年后，贾伯斯还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卢卡斯影业的电脑动画部门，后来改名为皮克斯 Pixar。他也对其投入了巨资，但与 NEXT 不同，皮克斯即将改变世界。1988年，在四处亏钱的情况下，贾伯斯同意资助一部名为《小锡兵》的电脑动画短片。这部由约翰·拉萨特执导且广受好评的短片，为皮克斯赢得了第1座奥斯卡奖，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获得奥斯卡的 CGI 电影。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了迪士尼的注意。皮克斯得以与迪士尼合作制作出史上第一部，也可以说是最好的一部全电脑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Toy Story。 这部电影在1995年全球票房近4亿美元。当皮克斯等同年稍晚进行 IPO 时，贾伯斯再次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第二次降临与苹果的复兴与此同时，在贾伯斯缺席期间，斯卡利把苹果搞得一塌糊涂，因此在1993年他被迫辞职。3年后，经过一段动荡时期，吉尔·阿梅利奥被任命为执行长。不久之后，为了寻找新点子，阿梅利奥以高达 4.27 亿美元的惊人价格买下了贾伯斯的 Next。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贾伯斯回到了他共同创办的公司。回到苹果后，贾伯斯立刻尽可能地掌握控制权，将他最喜欢的 NEXT 员工安插在最好的职位上。当苹果股价在1997年第二季跌至12年来的低点时，他甚至在一场董事会政变中说服董事们罢黜了阿梅利奥。几个月后，贾伯斯被正式任命为苹果的临时执行长。一旦这成为事实，他便亲自掌控了大局。他全神贯注，这让苹果恢复获利，终止了无数专案，并解雇了全公司各地的员工。他曾经是一个追求自由精神的企业叛徒，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极度专注、古怪合作却又相当善变的高阶主管。他相信深度协作与同步工程，并引入了几个全公司范围的流程，旨在审查产品开发期间的各个面向。此外，他邀请了康柏公司的企业材料副总裁提姆·库克加入苹果，担任全球营运的资深副总裁。两人几乎立刻产生了共鸣，并很快成为了挚友。在库克的帮助下，贾伯斯将苹果从破产边缘拯救了回来，将1997年10亿美元的亏损转变为仅仅1年后3.09亿美元的获利。从那时起，公司就不断向上攀升，这主要归功贾伯斯对未来的独特愿景，以及他对创新和激进变革的奉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苹果的产品彻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以致年轻一代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这些产品的世界。iPod 和 iTunes 远远贾伯斯意识到网际网路必然会无可挽回地改变人们听音乐的方式，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2007年，也就是 iPod 首次发布6年后，它占了苹果营收的一半。3年后的2010年，数据显示全球手机总利润的一半以上落入了苹果的另一个大师级产品手中 iPhone One。 同年4月，苹果发布了第一台 iPad， 这台平板电脑在第一个月就卖出了100万台。
短短9个月内卖出了超过1500万台。身后之是史蒂夫·贾伯斯的遗产。2003年10月，贾伯斯在接受肾结石治疗时，意外发现自己罹患了胰脏癌。最初的预后相当不错，这种肿瘤是可以治疗且生长缓慢的。然而，贾伯斯一如既往的固执，拒绝了所有手术的医疗建议，自认懂得更多，转而向营养师和针灸师查询。不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8年后，癌症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留下了一份两面性的遗产，一系列改变了整个产业的产品，以及一群被他的冷酷与报复心伤害的人。幸运的是，前者已经远远盖过了后者。在列举了他的一些缺点后，例如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以及近乎病态的高强度与完美主义，艾萨克森将贾伯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高管，一个100年后最肯定会被铭记的人。历史会将他安置在万神殿中，与爱迪生和福特并列。艾萨克森继续说道，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制造出更具创新性的产品，结合了诗意与处理器的力量，带住那种让人与他共事既感到不安又深受启发的凶猛性格。他也建立了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公司。他能够将设计敏感度、完美主义和想象力注入公司的 DNA 中，这使得即使在几十年后，苹果也很可能依然是在艺术与科技交汇处最繁荣的公司。最终笔记。与大多数贾伯斯的传记不同，华特·艾萨克森的版本并非一位造神的圣徒传，而是一部引人入胜、层次分明的记录，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创意天才。这正是他成为最优秀版本的原因。所以，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贾伯斯，就从这本书开始吧。你可能甚至不需要再读其他版本了。在此引用贾伯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记住你即将死去，这是我所知道避免陷入认为自己有什么可以失去这个陷阱的最好方法。你已经赤身裸体，你没有理由不跟随自己的心。如果没有蓝盒子，就不会有苹果电脑。麦片盒里的骇客神兵。1971年，贾伯斯和沃兹尼克都还是在车库里瞎混的年轻人。当时美国的长途电话费非常昂贵，由电信巨头 AT&T 垄断。有一天，沃兹尼克在一篇骇客杂志上看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都市传说：某个牌子的船长麦片 Cap'n Crunch 附赠的塑胶玩具口哨，吹出来的音频刚好是2600赫兹。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2600赫兹刚好是 AT&T 电话系统用来切换线路的控制音频。只要对住话筒吹这个口哨，系统就会以为通话结束并停止计费，但其实线路还连住，接住你就能打免费的全球长途电话。沃兹尼克的魔法与贾伯斯的生意。身为顶级技术宅的沃兹尼克立刻跑去买了麦片，测试后发现竟然是真的。但他不满足吹口哨，他花了几天时间直接焊出了一个能发出各种电信控制音频的电子仪器，史称蓝盒子 Blue Box。 贾伯斯看到这个发明，眼睛都亮了。沃兹尼克只是觉得好玩，但贾伯斯看到了商机。他提议把蓝盒子量产，拿到大学宿舍里，以一台$150的价格卖给学生。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合作卖科技产品。有了这台可以免费打到全世界的机器，这两个年轻人开始疯狂恶作剧。而他们干过最狂的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梵蒂冈。某个半夜，沃兹尼克拿着蓝盒子拨通了梵蒂冈的专线，并模仿浓厚的德国口音说：“我是美国国务卿季辛吉，我现在人在莫斯科参加高峰会，有极度紧急的世界危机，我必须立刻和教宗通话。”接线生信以为真，立刻层层转接，电话一路转到了梵蒂冈内部的高阶主教那里。主教接起电话，语气严肃地说：“国务卿先生，现在是罗马时间早上5点半，教宗还在睡觉，请问有什么紧急状况需要我现在去把他叫醒吗？”听到这里，沃兹尼克和贾伯斯彻底吓坏了。他们没想到竟然真的能打通，
更不敢真的把教宗吵醒。亨氏两人憋住笑，吓得立刻把电话挂断。这个听起来像青少年喜剧的故事，却是苹果帝国的起点。多年后，贾伯斯在一次访谈中无比认真地说，如果没有蓝盒子，就不会有苹果电脑。因为这台小小的机器给了他们一个震撼的启发，两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小伙子，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和一台在车库做出来的机器，就能骗过并控制全世界最大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这种科技可以赋予个人巨大力量的信念，成为了后来苹果制造个人电脑 Mac 的核心哲学。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期见，用更深的视角看懂这个世界。